这是福建省永春县的五岭村，一场意义非凡的家族盛事——伦清宫诞辰655周年庆典正在此隆重举行。庆典的背后不仅是盛大的活动安排，更重要的是它肩负着修订宗谱、弘扬家族历史文化的重任。为了确保这份历史的尊重与严谨性，联谊会主席吴宝川先生带领族人投入了大量的心血。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宝川先生，听他分享这份沉甸甸的使命和责任。宝川先生您好，你好。我们知道在投入这次修补工作后，您对吴氏家族的历史一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您能分享一下您所理解的吴氏起源和历史的底蕴吗？这一次的修谱，在3年前，我是大家推荐我来做这个吴氏家族的一个会长。我们的吴麒麟的家谱90年代、2003年、2010年都有几次修谱。修谱到了10年，就有一些人，他们就是抱着这种完成任务的态度来做这件事，所以他们就有一些资料我觉得就缺乏了历史依据。我想着说，我们既然是家族的一个宗谱，那我们就要用事实来说话，然后让历史呈现出来，就让大家了解，我们的先祖当年他们是披荆斩棘来到五麒麟，那我必须去找到历史的资料。在福建省图书馆里面有永春的历史的限制，因为当年是疫情期间，我去的时候还必须做很多工作，而且每天早小孩一上学，我就开始蹲在图书馆里面。图书馆它对限制这一方面是属于历史资料，有一些严格的要求。每一次进来，他就给你拍3张资料，就是在明嘉靖年间的永春县志，我们就开始找到了我们的祖先的足迹。他当时就有记载，1080几个人，这是一个部队从福州出发，来到永春这个县来屯田。我们的先祖他本身就是出身贫寒，我看到很多个名字，那就是说明说什么？说明说咱们先祖当时就是兄弟多，被政府抓去当兵的，就跟国民党抓壮丁一个样了。作为一个兵，以前是在前线英勇奋战，后来天下太平了，因为政府国库的亏空。永乐2年，就是朱棣上台的第2年，他就觉得要以兵来养兵，定了一个屯田的制度。我们已经不用打仗了，那你就去开垦田地，然后你就去收猪，收了猪然后再来养这些兵，因为还有一些预备役，一部分的人去屯田，一部分的人还是在守边疆，然后就用这一部分人的收入来养着另一批人，这是当年的一个制度。因为考虑到我们走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伦清宫就有了几个一起来的比较要好的，总共有9个人结为兄弟。因为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们应该团结一致，所以我觉得说伦清宫他来到这边，他为什么能这么发展？他有这种传承的一种精神。五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华侨？五岭为什么走出这么多的地方的人？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兴旺发达。其实这跟伦清宫的他当年的拼搏的精神是有关系的，就是大家都有传承到他这一点，敢拼的精神，爱拼才赢哈。对，爱拼才会赢。我发现历史很多东西就因为历史原因，很多把族谱当作一个封建迷信的东西，然后把它烧毁了。这一段时间就人们已经抛弃了这种信仰、这种信念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谱其实是记载历史的，然后是一个传承的载体。因为有了父亲，父亲因为有了爷爷，才有我，然后我有了小孩，以后他还要再传承下去。我们希望所有的人记住历史。其实人走到哪里，你做什么事，其实跟历史是有关系的。我们的伦清宫就是来五岭开疆扩土，他的后裔下南洋各欢，这也是一个历史原因。五岭地方比较小，当时也兵荒马乱，下南洋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。我修谱
更大的意义，让他们了解，虽然他们的祖先离开了，但是家里面还有人，你们随时可以回家，我们还有个老家在。我要把这伦清宫当年的真实的历史写下来，我们的先祖怎么样发展，他们都有谁有做过了突出的贡献，对家族有突出贡献，对社会有突出贡献，还是对整个世界都有做出突出贡献的。我们希望说把他的精神传承下来，让后世来了解历史，然后来传承这种精神。在修谱过程中，您曾遭受来自族人甚至是教授级族人对您个人资格的质疑，您又是如何用历史根据来捍卫修谱的严谨？修谱这个就是没有这种的规定，主要就是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初中生，我也是个农民，我啥都不会。其实说实话，我真的我自己也觉得，我其实我也没啥。但是后来我想着，我们既然要修谱，就要用事实说话。他们是大学教授，也许更高的专业水平，但是我是土农民，我就用土办法，那我就拿历史来说事，因为我每一张图片都是用历史资料的图片作为依据，更好的让历史重现在世的面前，然后让大家看到，人家这不是吴宝山胡说八道的，这是历史有根有据的东西。因为我认为说，人在其位就尽其志，就是我已经担任了这个职务，那么我就在这个职务上发挥我的自己的所能，把这件事做好。别人修谱都是前面一些图片，然后后面就是各自的分析，所有的人都觉得从家谱里面要找到自己名字都很难，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你们各个支派的宗祠，你是哪个支派的，我就把你的宗祠放在这里，然后你这个宗祠当时修建的时候有故事的，你给我就把这个故事写下来，然后让大家了解，我们的祖先哪一代是在哪里建了一个宗祠，然后好，我就是从这个祖先传承下来的。只要看到自己的老房子，你就很容易的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支系，就可以了解到你的上面一代人。在中谱修订中，您打破传统重男轻女的记录模式，主张所有后代，包括女性子嗣，都纳入家谱。您认为这种包容性的做法，对于家族的延续和传承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我觉得，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原因，包括现在当时我写的一份就是家谱录户登记表里面，我就多出了很多新的名词，一个就是招录。以前就是我没小孩，然后我去买一个孩子，但是现在因为国家的一个政策，然后产生了就一个小孩，而且是你的，然后还是2个小孩你的，然后有的人就觉得，我这没了，我没有传承，但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血脉传承还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两顾？两顾其实就是我照顾我这一边，还得照顾我老婆那一边，然后两边都顾着，然后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血脉传承。不管是男孩女孩，我们都应该把它写在里面，让他知道，我的母亲是在哪里，以前在哪，就有一种延续。我们的伦清宫获益就传承了伦清宫的闯的精神，海外有到了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，包括菲律宾，还有台湾，这现在也有列入中谱的，就到了美国、加拿大。我觉得我这一次的修谱，让已获的人有个历史依据，有更多的信息。我欢迎大家就是把你们的历史依据，就是以各种方式，现在电话也很方便 ，email 也很方便，你们联系我，我会一直在电子版上面，我会一直在修改，然后让已获的年轻人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，希望你们加入传承的团队，然后让获世的伦清文化源远流长。这一次叫大家来拜祖，我们祭拜他，就是你年轻人
小孩子来拜祖先有个好处，哎，我们拜祖先的时候非常热闹，有的吃。然后年轻人回来拜个祖先说，哎，我看来我得找个老婆，还是我得嫁个好郎君，我才可以传承下去，他以后还记得我曾经来过这个世间。你要想想，我们的父母最少把我们养大，没让我们饿死，是吧？然后你应该感激你的先辈，感激你的父母，让老年人觉得，哎，等哪一天我走了，我离开这个世间了，但是在这个宗祠里边，我还能够魂归故里，最少我在那边还有个灵位在，就是还有一个归宿。你像这个蒋介石、孙立人，你看他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他棺椁都不下葬？其实就是中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文化，他要魂归故里，他要回到家。我很荣幸的就作为家族会的一个会长，当年我是考虑了很多事情。我们如果只是来祭个祖，只会有一些老人来参加，因为我们以前的联谊会定的是就是10年一次庆典，上一次的庆典刚好是疫情期间，所以上一次的庆典就没有。然后我们后来想的10年其实很长的，我们人生没有几个10年。后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5年搞个庆典吧，一起参加活动也没有多少次机会，庆典不能说只有老人回来庆典，我觉得应该把小孩带来。那你要把小孩带来，你必须让小孩感觉回家有乐趣，他才愿意来。然后年轻人让他们回来，就是说你回来拜个祖，其实也当一个休个假，然后回到农村当中来过一种慢生活，体会一下乡土人情，我相信会改变你的一些想法。在我48岁的时候，我就在酝酿着我们来一次活动。今年我都52了，通过我们的理事会，然后通过我们联谊会，大家一致也决定说，我这样子让大家有个聚会的机会，所以我就开始在做这一件事。就是为今年的庆典，当然是呀，碰到很多的他们，你钱哪来呀？是吧？你要叫人家来，那你要有钱，那你用什么名义去收钱？你要怎么样去那个？那还有的人说，哎呀，祖先都死了那么多年了，你管他那么多干嘛？就是更多的人觉得我活在当下，我不管他那么多事。但是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祖倒了更好啊，我们砖头拿2块去卖也可以啊。但是人一定要有一个正念，那我就做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就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，让大家觉得，哎，人家这回来祭一祭也很高兴啊，这样子。别的宗族修谱都是按人口、按人灯收费的，包括祭祖都是这样子。但是我没有说打任何人的电话告诉他你要捐钱，我就是觉得你认为我在做这件事可以，你信任我，你就支持我。你如果没有这种理念，那我也不会去叫你一定要出钱，一定要出力。所以我就自己先做，跟一些志同道合的，然后慢慢的来。当我决定做这件事以后，很多的就是咱们村里面的，包括海外的一些成功人士，他们自己打电话来找我，他说我要帮忙，你分派给我个任务，我要做什么你说了算。就是有了这么多的宗亲在支持我，就是整个事情下来就是相当的顺利。这也是托我们伦清宫的福。事情的成功其实是一个团队的精神，宗亲们的团结，宗亲们的支持，才能把这件事做好，也把我们的祖先的这些牌位全部现在都是用雕刻，然后用真金的，然后家谱的完成，这些都离不开整个家族的这些宗亲们的支持。这一次的庆典活动，海外来了50多个海外的宗亲，我跟他们说欢迎回家。我发现这80多岁的，就国立安、庆金还有金花，他们
已经80多岁高龄了，还带着他们的孩子，带着他们的孙子来参加这种活动，这就是一个传承，让我觉得说我做这件事太有意义了。今年的伦清宫655周年诞辰庆典活动非常成功，让大家欢聚一堂。我希望再过5年，有更多的宗亲从全世界各地回到五旗岭，看看五旗岭，看看家乡的变化，看看中国的强大。